今天很荣幸啊，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很遗憾的是没有办法实体参加，但是很荣幸的能够参加，所以呢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对新工科这个新材料论坛的一个想法。那么今天我主要来的是讲的是就是我们课题组在2007年的一个红外材料的一个布局，所以呢，我的 title 叫 Near Infrared Materials: The Turning Point of OPV Technology。谢谢各位的邀请。那么我今天就开始讲这个课题。这个传统的这个科研呢，当传统的科研已经触及天花板的时候，我们思考怎么样的，我这个是不是往这边拎一点？我们思考怎么样的把。关掉哈。OK, good。我们思考怎么样的下一波的突破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基本上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个思维。我在这个开始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个中国古时候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有一个很有道行的道士啊，有一天那个下山了，看到一个小叫花子，觉得他很可怜。这个道士有这个点石成金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他就点了一个石头，这个变成一个金了。这就说这个问这个小那个小叫花子问了这个你这个黄金送给你吧。那个小叫花子说这个我不要。这个道士说不得了，这个小朋友这个很有定力。那他就问那个小朋友，那个小叫花子说那你要什么？那小叫花子说我要你这个 finger， 这个 gold finger， 就是点石成金的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呢，我这个跟各位这个来分享我们在课题组的这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怎么说呢，举一反三，跟各位有这么一个交流。Anyway， 现在重点就在于说，当传统科学的已经到触及天花板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看到最近几年那个 Nobel Prize 他给奖的这个方向已经越来越倾向于 applied 那个 science 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未来的想法很可能的就是新工科的布局战略的想法，就是做好交叉学科的布局和准备。然后呢，我今天将用我们课题组近红外的材料在 OPV 领域造成的突破作为一个 example， 作为一个例子。同时我希望这个经验分享能够对年轻的学者产生启发性的作用。这个就是我刚刚各位分享的，就是 We hope this can be my opening speech。 最后我将用西湖大学交叉学科中心的布局方式作为结尾。因为我过去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我在西湖大学任他们的工学院院长的时候做出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中心，所以希望用这个方式跟各位分享。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就是在于这里。那么我们用的是 OPV Organic Photovoltaic。 OPV 是一个很好的交叉学科的东西，因为它包含了物理、化学还有材料。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先谈的是什么是光伏。一个简单的光伏的 model 呢，就是 Professor Ilya Yovanovitch 他 propose 的一个thin film 里面，当一个光照进来的时候会产生很强的 PL， 它强度越强越好。那么呢 PL 就是事实上荧光的效率事实上就是有这个 electron hole pair 的 recombination。 所以呢，在这个电子跟空穴在这个材料里面就创造了这个叫做 open circuit voltage 开路电压。然后它的电子跟空穴可以经过这个 selective contact， 可以从这里面把这个电子跟空穴从这里拿出来，就造成了电流。所以电流乘以电压就是做的 work。所以它的效率图就是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就是电流乘以电压乘以它的 field factor。所以通常呢 typical 我们在做光伏有这么一个 IV curve， 有这么一个电压跟电流的曲线。这是开路电压，这是闭路的电流，我们再加上 field factor 就是这个面积有多大。我们希望这三个的越高越好，我们这个称为这个光伏的三高。我们希望这个三高呢越高越好，造成的效果越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刚刚介绍的就是一个材料的要求，荧光大，然后有很好的 conductivity， 然后 long carrier lifetime。 第二个呢讲的就是这个电压跟电流，然后
最后一个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么一个 solar spectrum， 这个就是一个太阳光谱，然后这个灰色的线是 gallium arsenide 的 solar cell， 这是目前最好的，单节可以做到将近 30%。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有一些吸收的是由水分子啊或其他分子吸收掉的能量。所以这个光伏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这个我称作这个 Olympic photovoltaic。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当每一个科技有一个certify 有一个认可的一个效率的冠军的时候，那么它就在上面打一个点。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technology 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呢这个点就一步一步往上走。那么 UCLA 在2019年很有幸的在这 NREL 的图上留下了2个记录，我待会会谈到这2个记录中的一个，就是single junction device。 OK， 那么基本上 OPV 的过去15年的研究呢大概分成3波。第一波呢是2005年，我自己分的，就是2005年到2013年，它的效率是从 4% 到 10%。那么这个时候我称为 OPV 的战国时代，那时候人家 study morphology 啦，inverse structure tandem device 或者近红外线的 donor， 所以呢打遍了一片天下。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效率从 4% 就这样子冲到 10%， 10% 是我们课题组在 NREL certified 的。到最后这个进度慢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材料，我们在等一个材料的突破。然后呢，在这个材料突破上non-fluorine acceptor 北京大学的詹老师带领这个风骚，把这个波效率提升上去，从10到12% 的效率。然后到了第3波呢，大概2019年，这个是由我们课题组的Y1 材料跟 Y2 Y3 材料开启了这么一波的，就是我说的第3波2019年到现在，从 12% 一直冲到现在 18% 的效率，由 Y1 Y3 开路先锋的爆发期。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就跟各位讲了这个期间这个 technology evolvement 跟他们的逻辑思维。所以呢，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organic photovoltaic。organic photovoltaic 基本上是由2个分子或者一个高分子一个分子组成的一个 composite 的材料，然后它基本上我们的不是 PN 结的材料，我们是一种 P type 的材料跟 N type 的材料混在一起。这个 device structure 是 Professor Alan Heger 在 UC Santa Barbara 在1994年左右发明的，然后他基本上是把这2个材料混在一块，然后呢光子打进来的时候就产生了所谓的exciton， 就是 electron hole pair， 然后电子呢就是由这个阴极带走，然后空穴就由阳极的带走。所以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在于李刚老师在2005年我们发表一篇 Nature Material 的 paper。 李刚老师那时候在做 P3HT PCBM 的 blend 的时候呢，他发现把这个转速spin coating 的转速降慢了以后，同样膜的厚度，它膜的颜色很不一样。所以发现这个膜让它干的时间越长，它的膜的颜色越深。那大概大家都可以想到，假如说越深的话，它吸光越多，那表示它的效率越高。所以这就是 exactly 李刚的这个器件发现的。当我们把这个膜呢给它20分钟的 drying time， 我刚刚提到了这个短路的电流、开路的电压都有很好的提升。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发了这篇 Nature Material 就讲到了第一个，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 polymer 的 morphology 跟它的 electronic property link 在一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篇文章被 cite 了超过了6000次，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 milestone 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这篇工作，我认为这是第一波的开始。所以从它的 morphology 调整之后呢，我们后来又发明了 inverse structure 反式的结构，还有interface 的 engineering， 很多人都在做。那时候还有像 Santa Barbara 他们发明了那个 DOI 的那个 additive。所以这第一波的实验呢，就把这个效率从4大概 push 到大概10左右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再把这个 solar spectrum 搬回来。
P3HT PCBN 的吸收谱大概就在600多一点左右。那么各位可以看到，他们用到的光只是可见光，那么这一大片的红外基本上在 Organic Solar Cell 是没有用到的。所以呢，这个是 P3HT 的吸收。所以当我们在2007年的 OPV 的高峰期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是高峰期？第一点，我们创了世界纪录；第二点，我们也有 venture capital， 就是初创的公司成立，叫 Solima Energy， 后来就 branch 掉 Solima Material， 事实上就在北京，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 funding 很多 ，OPV 也做得很好，但是呢，我那时候事实上我思考的是我们的下一步在哪里。而不是说我这个坑我就继续挖矿而已，我一定要想到下一步在哪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课题组想到第一个就是我一定要 harvesting IR， 就是 infrared 的材料。然后为什么呢？因为 infrared 的材料我们将来是要做 tandem device。那当然后来我们也去做 single junction 呢，也不是说不能做。所以呢，第二个材料就是叫 Project X，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 Project X，就是导致的后来我们的search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的那个 inorganic PV material， 我们的钙钛矿就是从 Project X 开始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了这些战略的思维。好了，那我们再把这个 solar spectrum 搬回来。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把这个绿色的这个线就是 P3HT， 红色这个线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材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定调 IR 或者是红外 is the future， 我们就要这么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后来从700一直到800、900、1000，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将近1100纳米的吸收，这事实上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成就。但是呢，我本身并不是做高分子合成的，那我们只能找最好的人。所以那在这个之前，我先跟各位科普一下，这个分子的设计其实呢 involve 了这么一个观念，就是电子的 electron push and pull 的观念。当把一个 donor 材料跟一个 acceptor 材料合成在一起的时候，它的 band gap 呢就由一个材料的 LUMO 跟一个材料的 HOMO 来决定了这个band gap。所以呢，我们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这个PDTP BT 这个 unit， 所以呢，一个是 donor， 一个是 acceptor。这个 BT unit 我们后来会用的很多，各位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课题组的设计的理念有很多这个观念出来。OK， 这个材料事实上是打破了 10% 效率的 OPV 的材料。那我跟各位说过，我并不懂合成，所以我们只能找最好的人。所以我这里要谢谢李永坊院士推荐了侯建辉老师到我们课题组来做的这一系列的材料，我就不多说了，这材料太多了，今天讲不完。然后呢，后来窦乐天老师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也要谢谢北大化学系培养出这么 outstanding 的窦老师，现在是在普渡大学做一个 outstanding 的 young faculty。窦老师呢，当年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当年窦老师我给他 offer 希望他加入 UC 的时候，但我跟他讲一个事情，我说乐天，我并不懂化学合成，所以我并不能指导你，我只能给你大方向。我说你赌不赌这个事情？他说他赌，所以他过来了，所以他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所以大家都是 win-win situation，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事情。所以后来他来了以后，我说 infrared 红外 is the future， work on it， 所以他后来就在我们 group 开阔了这些一系列的材料。OK， 所以那我就长话短说，所以我们的材料就从700纳米做到800纳米 ，PD、PBD、TTT 这些材料一系列的往下走，然后呢，从800纳米走到900纳米。我特别要强调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很好玩，就是说它这个赛分，我们用 silicon 来取代了赛分。当年我问了那个侯建辉，我说干嘛用 silicon？ 他说杨老师 ，silicon 这个东西做那个无机的材料，应该可以更稳定一些。然后呢，我要跟各位讲，这个 BT unit 又来了，
这个 unit 有什么好处呢？它是很 strong 的，有很 strong 的 packing， 这个 packing 这个高分子 packing 一好，就有 strong 的 pi interaction， 然后 reduce the steric hindrance， 然后就是它 crystal 更好，然后这个就是 silicon bond 就是这边了，lens 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造成很好的 high crystallinity 的材料在这上面。所以 donor material 呢，就可以一直做到900到1000，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了。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路的做这些系列材料做得很好。特别要强调的是，尤金碧老师啊，他现在在科学院半导体所，就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课题主题国内培植了很多很多很棒的人才。他把这个材料呢，PDTP、BT 的 DFBT 的这材料作为后节，然后前节是 P3HT 的 tandem device。那你看，我们现在就扩展到了红外，把它做成tandem device， 这是第一次 OPV 材料打破 10% 效率，在 NREL 上留下了一个记录。所以I'm very proud to share with you。所以这些 record 呢都是从国内来的顶尖的学生跟博士后做出来的。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个第一波的李刚老师的工作一直到战国群雄，然后到了这个尤金碧 10% 的效率，我认为这是第一波。然后第二波呢就要开始了。第二波开始呢就是叫做 non-fluorine acceptor。我们刚刚的材料用的呢，这些都是 fluorine 的 acceptor。fluorine acceptor 呢的缺点就是它不太吸光，所以呢，开启这个工作呢是北京大学詹孝伟老师，这个就是 ITIC 的设计。待会我会更详细的说，这是一个7连环的结构，加上 IC 的这两个 N group， 然后呢，这个结构它有这个 side group， 这个 side group 现在稍微嫌胖了一点，这个 benzene ring 啊，还有这些东西。我们到时候再说这个 detail。我同时要说的 ITIC 对我们的 Y1 的材料有很高的启发性。那么我们的 Y1 的材料也是后来在我们课题组里面做出了 Y2、Y3 跟 Y6 的设计，都在我们课题组实现的。OK， 所以这个 non-fluorine 的材料，这个就是詹老师的 ITIC 在这里。我刚刚说了，这是个7连环的结构，这是 side group。OK， 然后这是 IC 在这里，然后这下面这个就是一个开创先河的工作。你可以看到这个开创先河之后，后面很多的人就不同的材料的 combination 都做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詹老师跟我说他花了10年的功夫来做这个，我就给了一个叫做詹孝伟老师10年磨一剑， ITIC 一出江湖就改变了游戏规则。这我希望能够再看到国内更多的这种比较沉得住气的工作。Excuse me， 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第二波引领风骚的就是詹老师这个材料。那咱们到了第三波我讲的就是 the impact of a non-fluorine acceptor Y1 这个材料，我认为在 OPV 史上应该占有一席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它同样跟 ITIC 也是一样的，扮演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所以这是 Y1 的结构，这是一个7连环的结构，加上 IC 在后面，然后这些 side group。所以它那个时候是 NREL certified 的效率是 12.5 左右，那是一个 record high 的一片。这就我刚刚跟各位提到2019年我们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这篇文章在那上面打了一个点，这很难得，因为我们 tandem device 也打了另外一点，很难得一个university 在上面留下了2个点子，在同一个时段里面。那通常我在 seminar 给 talk 的时候，我就直接跳到 Y6 的这个系列，因为后来 Y6 有很多人做了 Y6 的这个 study。但是呢，我上个礼拜在沙特那个 KAUST 就是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给 talk 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听众他就突然举手问我这么一个问题，一个美国人或 maybe 欧洲人吧，他就说 Professor Yang，What is the design principle behind this material? It's coming from nowhere. 就是说这个材料是天上掉下来的。
为什么没有人讲出这个材料的 design 的 rule、design 的 scientific principle 在哪里？所以我今天他说包括这篇文章都没有提到这个东西。那我今天我觉得作为 Y1 的发明者 Y2、Y3 到 Y6， 事实上到了 Y6 这个材料都是在我课题组设计出来的。我认为 I'm obligated 去把这一连串的 scientific thinking 跟各位交代一下。所以呢，事实上各位可以发现，科学研究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是有脉络可循，像长江黄河一样的。所以呢，凭空出现的，就是刚刚那个，就是我刚刚跟您提到的这位 COS 的这位听众，他问这个凭空掉下来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就算发生也是不能够持续的。所以我们常常在 recruit faculty 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人的 track record， 看他过去做的怎么样，然后来 predict 他未来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要把这个 Y1、Y2、Y3 这一系列材料交代清楚。好，那我们开始讲 Y1 这个材料。所以 Y1 这个材料呢，事实上的起源的因素很巧很偶然，我认为也只有在这个时间点，在我们 UCLA 的实验室才能够发生。我等一下跟各位解释为什么。因为它砍麦了两个很重要的思维在一起，一个是詹老师的 ITIC， 另外一个是那个周应平老师的这个 BZIC， 都有一个 IC unit。然后这个 ITIC 这个是7连环的结构，但是这个周老师的课题组呢，派了他一个学生叫袁俊的到我们来做访问学生，所以袁俊呢就把 BZIC 的这个过程带来。但是 BZIC 有个缺点，它不够红外。记不记得我们想要 harvesting 更多的 IR， 而且更好的 morphology，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把这个的5环结构变成7环的结构，这个7环的结构是从 ITIC 借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把 ITIC 上的 sp3 的结构 carbon 换成的 nitrogen 的 sp2 的结构，所以把 doing so 他们就 enhance 的这个 electron 的 conjugation。 然后呢，下一个我们换的就是说把这个 bulky 的 side group 这么大的苯环呢，太大了，把它缩小变成这个 alkyl chain， 所以就 reduce the steric hindrance， 然后同时呢引领出更好的 molecular packing 跟更好的 morphology。 记不记得李刚那个工作，我们更好的 morphology。 然后也记不记得依赖他说的要很好的 for PO 的 efficiency，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要做到这个事情。然后呢所以我们这个 band edge 就 push 到910，这很大，从就像860到910一次 push 到了50个纳米60个纳米，这是很多的一个 push。 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就是 Y6 的设计。这 Y6 的设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说记不记得这个 BT unit， 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课题组用了很多这个 BT unit， 我们有很多库存。所以当孟东我们的 postdoc 在设计的材料，当你叫他做 chemist， 他设计材料的时候，他有一个 trick， 就是什么东西手边有啊，就拿那个来直接设计。所以这个设计，这个材料设计excuse me，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 nitrogen 换成那个 sulfur， 把这 nitrogen 换成 sulfur， 然后就 introduce more intermolecular interaction 跟 downshift 的 homo level。 然后我们把这个上面的 side chain 给摘掉了之后呢，我们必须要 introduce 另外的 side chain 来增加它的 solubility， 所以我们把上面 side chain 摘掉，旁边加了 solubility。 各位可能假如眼尖的话，你会发现不对啊，你这多了4个佛，这里没有佛啊，那这个佛哪里来？这我就跟各位讲， science 是一条河流，它的 logic thinking 都有 flow 可循的。所以当我们做完这个 Y1 到 Y6 的介绍，我再把这个整体的 picture 跟各位讲。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我跟各位讲一下，我们这么叫 Y 呢， Y 这个 series 事实上是个样，因为呢我的学生他们觉得我这边干了一辈子的事情，但是我不是 chemist， 所以他们就很好心的把这个高分子呢就取名就是我的名字，所以谢谢他们想到我。为什么我说这个材料在这个因缘际会也只有在 UCLA 做出来？因为詹老师把陈佩送到了 UCLA 做博士后，周老师把袁俊送到我们做访问学生的时候，他还不是 doctor，
另外呢，孟东是从那个王朝辉老师，现在清华大学，以前在那个科学院送到我们，他是专门做很复杂的小分子。那孟东这个人山东出来的，这个特别有创造力。所以当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 amazing， 在我们的 我们的纳米中心 amazing 的 creativity 把这一系列材料做出来。所以我再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你看啊 Y1 Y3 你看到 Y3 我们把 fluorine 加上去了， Y6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换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科研啊是有一系列的脉络可循，不是像刚刚 COS 的那个人说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分子。那个袁俊的那个实验记录本写得很好，我们后来这个按图索骥都可以看到以前合成的这个过程，材料设计，这些分子的材料的设计、合成跟器件全部都是在 UCLA 我们课题组做出来的。然后这个黑板这个白板是那个我们在我们的纳米中心我们的办公室里面，这个白板记录了当年的孟东跟其他几个人陈佩还有宇哲，就是台湾的一个 visitor 的逻辑思维，怎么想到这个分子的设计，然后甚至于他们提到这边是将来要做 pi bridge 的这么一个材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 unique 的地方，所以也只有在这个时间点有这些批人做出来的这些材料，也就改变了历史。值得一提的是，袁俊那时候做这个材料的时候，还把我们实验室这个hood给烧了一个大火，所以我相信袁俊应该还记得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火让我们实验室shut down了一段很长的时间。Anyway， 我看看 ，OK，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图拼起来了。第一波、第二波跟第三波这些引领风骚的 Y1 跟 Y3， 然后 Y6 分子一路的做上去。但是当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时候， Y6 的分子我觉得我们不能不，当我们站在巨人肩膀我们看得更远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个下面的巨人的成就给忘记了或抹灭。Y6 的设计是在 UCLA 设计出来，它的原本是从 Y1、Y2、Y3 过来，那 Y1 是从那些分子 combine 一起过来的 ITIC 跟 BZIC 过来的 OK，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有脉络可循的东西。 Anyway， 所以 the turning point of organic 那个 photovoltaic 就是在 IR 材料，兜乐天2013年的材料创了 10% 的效率， Y1、Y2、Y3 这一系列材料创造了最近的 OPV 的效率。我们要特别感谢孟东、陈佩跟袁俊三个人在一起在这个节骨眼发明了这些东西，所以 UCLA 在那时候打了2个世界纪录的点。 OK， 所以我们的 lab 像是一个 blender 一样，充分发挥了交叉学科的精神。然后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北大学生能够加入我们的课题组，让我们一起改变世界。就像刚刚那个崔毅老师说的，碳中和，我们需要 we must do something to change the world。 OK，Steve Jobs 他以前在 Stanford 给一个commencement speech 的时候，他说 We can only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backwar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只能够做事后诸葛，就是说我们事后回头去看当年我们做的决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我在2007年走向红外线的决定呢，帮助提升了整个 OPV 的领域。那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而是我要谢谢 we cannot do all this alone， 我们必须要感谢支持我们 OPV material 的人。中科院的李永芳老师，我们是好朋友，谢谢他送了侯建辉老师跟霍立军老师到我们这儿来做博士后。感谢窦乐天老师，他 willing to challenge himself 加入我们课题组。战孝伟老师把他最好的博士后陈佩老师送到我们课题组来，然后周应平老师把袁俊博士送到我们这里做访问学生，还有 many more people participate 这个 activity。 OK， 那我们最后我再花1-2分钟的时间介绍这个西湖大学的交叉学科中心，我们叫做 Multidiscipline Research Institute Initiative Institute。 这个我当初的想法，我在加入西湖的时候啊，我们有3个学院，叫做生命学院工程学院，那我是当院长，还有那个理学院。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个 idea，
假如说2个或3个 faculty 从不同的 school， 一定要从不同的 background 过来 ，propose 一个很 crazy 的 idea。这个 idea 假如送到 NSFC 是拿不到钱的，人家会说这个是 garbage， 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要 propose， 你可以证明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会 review 了，说有一点点的 chance， 我们会给100到150万人民币的资助，有1年到2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个 crazy idea。OK， 而且它必须要很 crazy，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求它有 10% 到 20% 的 idea to work。假如每一个 idea 都 work， 它不够 high risk， 它不够 crazy。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是在北大，对不起，在西湖成立的这个交叉学科中心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当我们 propose to the faculty 的时候，我们发现因为西湖的食堂很小，我们发现这个不同学院的 faculty 开始在一起吃饭，在讨论。所以我们不管这个 idea 成不成功，但是这个 idea 帮助了西湖大学的那些 faculty 认识 each other， willing to create it。所以我们事实上做的我觉得蛮好玩的。我希望这个 program 我走了以后还是能够 keep 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个 high risk 的 idea 绝对会失败，因为这个是高风险的。我们给 80% 的容错率，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允许别人犯错，就会有 side effect 出来。所以很多当初事实上不成功的想法，修改之后也可以找到出路。这个就是我们要找最好的 talent 来，像北大就找到最好的 faculty， 所以给他们时间，给他们 support， 我认为这些 faculty 做交叉学科会成功。最后呢，交叉学科是一个开启未来新工科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这个 example， 我们当初的战略的高度的思维，我们的做法能够帮助北大的 young faculty 一点点。最后一点我想跟各位说的，开展交叉学科的基础是诚信，是 honesty。双方假如没有诚信，合作走不远。我们不能够把别人的 idea 拿过来当做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个诚信是 fundamental， 做 science 的 fundamental， 而且交叉学科的 fundamental。 Anyway， come to the summary。 我认为我年纪也不小了，就是头发也白了。根据我的经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做好基本功，不要贪快。弯道超车的这种想法，我认为往往不切实际。做好战略布局很重要，为什么呢？把交叉学科运用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的长处绑在一起，这个是将来新工科领域的一个好的契机。到最后，恭喜北大成立材料与工程学院，然后祝福北京大学新工科。谢谢各位。好。